结婚1个月，丈夫出轨了。事后她摆出一副委屈模样，当舔狗太累了，我只想当一个正常男人。但我这辈子只爱老婆你一人，我死也不会离婚的。我笑了，住我家别墅，开我家车子，靠我家找到高薪工作，让他当舔狗是对他的恩赐。既贪恋我的钱财，又享受青梅的小意温柔，他的脸可真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半梦半醒中，老公回来，笑笑，亲亲啦。他的声音温柔低沉，带着一丝魅惑。被人叫醒了，心情不爽，我用手将他的脸推到一旁，别闹，睡觉。老公轻笑着抚摸我，朦朦胧胧中，他的侧脸更加漂亮精致，让我心情和缓许多。正温存到巅峰之时，老公突然开口：笑笑，我妈今年犯了2次病，小地方医疗条件太差，接她来咱们家住好不好？我僵硬片刻，不是我不孝顺，更不是容不下婆家人，只是婚前她跟我妈妈保证过，她虽然不能入赘我们林家，但这辈子定会让我过轻松自在的小日子，不会让他家琐事打扰到我。如今我们结婚不过才1个月，他便提出了让他妈来和我们一起住，而且是在这种时刻，总有一种被要挟的感觉。我心中不爽，但看在他精致脸蛋和祈求可怜的表情份上，还是答应了。随便，1楼3个房间随便选，2楼是我们的私人空间，3楼我要作画，你明白吧？老公眼神里闪过一抹不知名情绪，但很快便笑着点头。老婆大人放心，我会嘱咐我妈，绝不让她打扰到我们小夫妻生活。那就好，只要对方懂事，我还是很孝顺的。第2日我被吵醒了，我习惯晚睡晚起，此时睡眼惺忪，心情不悦，电话问王姨情况。王姨支支吾吾，语气为难：小姐，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人，先生带来的，您要不要亲自下楼看看？我眉头轻蹙，披上真丝睡袍，走出房间。从2楼往下看，1楼客厅的沙发上、茶几上和地毯上随意摆了5个超级大的红蓝条纹编织袋子，上面黑灰成片，看不出是什么脏污痕迹。1老2少3个女人正在扯着这些袋子，一脸戒备，好似谁要抢他们财产。老的那位是我婆婆，婚前见过2次面，每次见了我笑得跟朵花一样开心。但这一次，婆婆双手叉腰，颐指气使，一脸的凶相。你一个保姆，凭什么嫌弃我们脏？这是我儿子家，我就喜欢扔沙发和地毯上，怎么了？王姨有些为难，小声解释着：阿姨您误会了，我们没有嫌弃您的意思，只是想把袋子摆放整齐，帮您收拾利索了再拿进房间，免得您劳累。婆婆右手食指恨不能戳在王姨面门上，嗓子十分尖利：你叫我阿姨，我是你们小姐的婆婆，你要叫我夫人，懂不懂？我是家里女主人，整个家都是我的，我爱咋地都是我说了算，你一个保姆管得着？王姨本来态度谦卑，但此时也带上了一些情绪。我们夫人只有1位，此时正在京西老宅和朋友喝茶聊天。至于这房子是我们老爷夫人送给小姐的，女主人自然只有我们小姐一人。王姨虽然没说旁的，但宣示主权的意味十分明确，哪怕是婆婆这个村妇也听得出来。婆婆气急，扑上去就要厮打王姨，却被另外2位阿姨拦了下来。老天爷呀，没天理呀！我头1天来儿子家里就被下人们打死了呀！婆婆哭天抢地，满地打滚，随她来的小姑子和年轻女人不干了，撸起袖子跟着开撕。
我不紧不慢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，静静看着这一幕。厌烦，我厌烦透顶。吵吵嚷嚷的声音让我头痛欲裂。王姨最先发现了我，她看到我揉着太阳穴的动作便是一顿，瞬间跳起，将婆婆几人狠狠压着，接着便拿起毛巾将他们的嘴堵住。世界终于清静，我满意了。王姨是老宅副管家，能被我带过来，就是看中她不仅打理事务井井有条，武力值还高，关键时刻能当保镖。正在这时，老公又提着2个大的编织袋子进来了，脸上还带着春风得意的笑。他看到这种情况，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抬手就甩了王姨一个大耳刮子。你算什么玩意儿，竟然敢欺负我妈和我妹妹！然后他便将那个陌生女孩子从保姆那拉了出来，一脸心疼，接着才拉起了他妈和妹妹。老公正要继续打骂阿姨们，被我出声制止。他看向我的双眼里满是仇恨，但在对视的一刹那，他收敛起愤怒，接着涌上了不甘和屈辱。笑笑，咱妈和妹妹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怎么能这样欺负她们？你怎么瞧不起我都没关系，可你不能瞧不起我的家人。婆婆这才发现我的存在，她挑着3角眼指着我便斥责：我们好不容易过来，你不去车站接我们就算了，竟然还在睡懒觉。你看看你穿的这衣服是什么样子，也不怕人笑话。老公一把捂住婆婆的嘴，没让她开始泼妇骂街。看老公还算懂事，给他一个面子，我保持社交礼仪微笑。原来是婆婆和小姑子来了，我没戴眼镜看不清，都是误会。王姨不是故意的，她知道沙发坐垫和地毯是我从英国和土耳其挑选的心头好，脏污了怕我心疼，这才有些着急。你也是的，不是说好了婆婆一个人来住，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让我毫无心理准备，还以为土匪闯门了吗？我笑吟吟望着老公，完全没有一点愧疚。婚前我是什么样子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我一直嚣张跋扈，现在我为了适应他，已经尽量柔和了。该说不说，如果不是我非要嫁给他，排着队想入赘我家的男人多的是。当初那么多的保证和甜言蜜语，外加他优秀外表，我才最终选择了他，且没舍得让他入赘。如今反过来指责我，凭什么？老公看出了我眼底的不满，他抿抿唇，将难听的话吞了回去。可婆婆却不依了，她见到儿子后底气充足100倍，推开儿子瞪着我骂道：你眼瞎就好好戴眼镜，要不然怎么干家务？怎么伺候我儿子？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妇道？小姑子也跳脚指摘我：你嫁给我哥就是我们老赵家的人，竟然连婆婆小姑子都敢打，说出去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我干家务，伺候男人。我将笑脸收起，冷冷看向赵路远：你来房间一下。说完我转头就走，完全不想给他留面子了。赵路远眼底带着怒火，但脚步却很诚实地迈着步子追随过来。婆婆一把拉住他：儿子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可是咱们老赵家的宝贝哥，是咱们村唯一考上名牌大学的男人，怎么还能听一个娘们的话？我脚步不动了。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要让我听赵路远的话？婚前他们老赵家一家子恨不能将我当祖宗捧着，说尽了各种好话，做尽了各种保证。如今才结婚1个月而已，往日的话都随风放了屁。婆婆狠狠剜了我一眼，皮笑肉不笑。笑笑你虽然是京城大小姐，可你如今已经嫁给我们老赵家，被我儿子用过了，难不成还敢压制我儿子？你俩有半年了吧？你竟然还怀不上孩子，
这和抱不上窝下不了蛋的老母鸡有什么区别？你就不怕我儿子休了你，让你这辈子抬不起头来？我迷惑了，我怀疑自己穿越到大清朝了，要不然怎么还有这种狗屁发言？赵路远，你怎么说？我的语气冷冷清清。赵路远神情有些狼狈，但他并没有道歉，更没有愧疚。他低着头，笑笑，咱妈没什么文化，但话糙理不糙。什么叫话糙理不糙？他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吧？我是喜欢他，但我更爱自己。选择嫁给他，不过是因为他最能哄我开心，仅此而已。他还真以为自己无可替代。远哥哥，我好心疼你。你那么温柔，那么优秀，是多少女孩子的梦中情人，如今却要受一个女人欺负，我好心疼，真的好心疼。那个陌生女人怯生生站在那里，双眼含情望着赵路远，说出来的话茶味十足。我脑门子上全是问号。这个陌生女人她是谁呀？轮到她心疼一个有妇之夫，越来越魔幻了嘿。我不想为这点事情生气，为一个男人气坏了身，那多不值当。我望向王姨，王姨，你把他们统统请出去，包括这个男人，我看着心烦。王姨捂着刚刚被赵路远打过的脸，郑重点头。他们知道谁才是主人。3个保姆瞬间摆出架势，与赵家人形成对峙。赵路远有些急了，他冲到我面前，握住我的手。笑笑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可是你老公，是和你相恋3年的爱人。3年了，我们相爱3年了，我是那么爱你，爱得那么炽烈，你怎么能为了一点小事就赶我走？他摇晃着我的手，我知道都是我不对，没有管束好我的家人。可你知道，男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大男子主义自尊心，在他们面前给我一点点面子好不好？我想挣脱开他的手，但他却打舌上棍抱住我撒娇。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婆婆几人。我妈妈一直不同意我们结婚，他们说你家4个女儿1个儿子，定然是重男轻女的家庭。可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说你们家是有些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可你受过高等教育，不可能有大男子主义思想，你会一辈子将我捧在手心里。可他们一来，你竟然想让我伺候你，让我伺候你，你敢让我妈妈知道吗？赵路远的汗从额头上滚落，砸到地下。他不敢，哪怕他娶了我，他依旧不敢。因为别墅是我家的，豪车是我家的，他的工作是我妈找的，他的进京户口还等着我妈来操作。他凭什么敢？赵路远的神情更加萎靡，他快要急出眼泪。笑笑，这是咱们小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何必让咱妈知道？也是你昨晚答应了，我才敢让我妈来咱家，你体谅体谅我好不好？求你了。昨晚答应，婆婆今天一早就到了。我觉得好笑。赵路远，你妈从小山村先坐几趟大巴转到市区，然后才能坐高铁过来，一晚上能到。明明是你妈已经进京，你才来通知我，不是吗？赵路远解释道。笑笑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欺骗你？我家在市区买了房子，所以进京才这样快的。我似笑非笑看着他。他家穷我不是不知道，大学4年他靠着贷款和打工支付学费，是学校闻名的励志学生。后来追求我，全凭精神付出和劳力付出，金钱方面几乎全是我在支出。如今不过工作1年，他便给家里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哪怕地方城市的老破小，估计也要几10万。他哪里来的钱？不能细想。我并不计较这点钱，因为我最不缺的便是钱。可我讨厌别人欺骗我。赵路远送走了他家里人。
婆婆和小姑子哭哭啼啼，他们破口大骂，还想赖着不走。赵路远毫不含糊，往他们嘴里塞了抹布，跟拖死狗一样拖走了。这利落手段可比王姨他们凶猛多了。好笑，真好笑，这会怎么不装孝子贤孙了？我委托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。我最怕麻烦，既然不开心了，那就痛快分开。我还特别大方，这个男人曾经给过我快乐，哪怕财产全是我婚前的，但我还是打算留给他一套市区大平层。反正我也不缺。可赵路远哭了，他哭得跟个没娘的孩子一样凄惨，指天发誓不会再让他家中破事影响到我。他说离开我他会死的。我还挺好奇的，离开我他真的会死吗？我不想承认，有些期待他的表演呢。算了，我是个心软的女人，而且怕麻烦，懒得起诉离婚，再给他一次改正机会吧。婚姻嘛，要么求一个门当户对，要么求一个身心沉醉。我选择后者，因为我喜欢。我不介意在他身上浪费一点时间和金钱。他也不愧是能坚持3年如一日哄住我的男人。他收起了狼尾巴，又变成了好好暖男，恨不能给我当起孝子贤孙，便很快哄得我回心转意了。没办法，我是个恋爱脑，每天除了吃睡和绘画，也就喜欢让男人陪了。况且外面漂亮的小鲜肉又未必干净，我便暂时继续让赵路远伺候。他很懂事，什么条件都不敢再提，直到憋了半年之后。又是在夜晚，笑笑，我的笑笑，我好爱你。我知道啊，我也爱你的深，我很诚实。赵路远笑得很开心，只要你喜欢我一点点，我便很开心。可是笑笑，我怕你抛弃我，我没有一丝安全感。他的语气让我怀疑自己是渣男。不会的，我喜欢你的腹肌和脸蛋，你不会失宠。他一脸艳足的在我的耳边轻声道：笑笑你真好，你帮问问咱妈为什么我的户口还没下来好不好？我好想把户口落到你的本本上。我知道进京指标卡得很紧，可只要咱妈出手，我相信一定很快的。求求你了吗，我的好笑笑。扫兴，要伺候就好好伺候，总是关键时候提条件，就算再好也让我厌倦。我随口答应2句，将事情支应过去，安抚住赵路远躁动的心。第2天便回了娘家。妈妈见到我很开心，将我揽在怀里。你这个小懒蛋，今儿怎么一大早便来了？有事？我正要和妈妈聊一聊，看见发小陈默斜着身子靠在门廊盯着我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挑了挑眉。陈默吊儿郎当的将胳膊搭在我肩上。我来孝顺咱妈呗，你懒得1周才回来1次，我替你尽尽孝心。我抬了一下肩膀，将陈默推开去。滚，别对已婚女士动手动脚。陈默抱住我妈的胳膊撒娇：林姨，您瞅瞅您闺女劲劲儿的样，当年打架多疯，现在倒会装模作样。我妈气得拍了她脑门子一下：家里胡说八道就算了，守着路远可不能这么说。我妈气得拍了她脑门子一下：家里胡说八道就算了，守着路远可不能这么说。陈默嗤之以鼻，他一个软饭男还敢挑剔咱们笑笑不成？我也拍了陈默脑门子一下，他虽然是软饭男，可他好歹暂时还是我的狗，你不能太过分。暂时，陈默挑眉笑了。我懒得理他，转头跟妈妈说：妈，你把咱家常用的私家侦探借我用一下。我妈眼里立刻放金光：你想查赵路远？我把半年前婆婆和小姑子进门的事情简单描述，又把赵路远的进京请求说了出来。我没有添油加醋，但也没有再替他遮掩。
我妈只抓重点，你怀疑赵路远有外心。陈默凑到我跟前，贱兮兮问：啧，他出轨了？你好可怜哟，出钱养了一条花花狗哀，这幸灾乐祸的酸劲儿可太冲了。我花钱养男人一点都不心疼，但我可不喜欢不干不净的男人。然而我又是个善良人，不会因为一点怀疑就一棒子打死赵路远，所以我才想要证据，也是给赵路远一个交代。妈妈听了我的想法，她一本正经点头，是这么个理儿。虽然我不太喜欢他们一家子，但咱们既然娶了她，就不能随便抛弃，毕竟咱们可是正派人家。陈默扑哧一声又笑了出来，我瞪了他一眼，你这个渣男笑什么笑？陈默撩开 T 恤拍了拍他的腹肌，我现在每天锻炼身体，也有8块腹肌了，你要不要？我妈又拍了他脑门子一下，你不行，你有5个前女友，我闺女看不上你这样的，要不然当初就没有赵路远那个凤凰男什么事儿了。虽然阿姨最喜欢你当女婿，可笑笑如今还没离婚，不能随便开这种玩笑了呀，不然对婚姻不够尊重。陈默一脸委屈，笑笑的直觉肯定没错，赵路远绝对出轨了哀，咱们和凤凰男当然是要离婚的，不然留着过年当杀猪菜呀。放眼整个京城，我保证我就是最合适笑笑再婚的男人。何况咱们两家门当户对，知根知底，我又对笑笑好，能陪着笑笑胡闹，凭什么我不能上位？我有些嫌弃看向他，我这个人有洁癖，你初中就和女生亲，高中就不干净了，我不太喜欢别人用剩下的。陈默被气得瞠目结舌，指着我结结巴巴道：你，是，我承认是交往过5个前女友，可谁没青春年少不懂事过？而且你交往过至少8个男人，比我还多3个呢，还不算那些暧昧来暧昧去的，你凭什么嫌弃我？我当初堕落你也有责任，要不是你先找男朋友激了我，我能犯傻？不过因祸得福，我因为经历过才懂得伺候人，保准比赵路远那孙子会讨你喜欢。你别把错误赖到我头上，推卸责任不是男人。行吧，我承认我曾经也是渣女，可渣女也有嫌弃渣男的权利。我妈给的私家侦探动作很专业，不过陈默那边的动作更快，1周时间而已，我便拿到了赵路远生活轨迹的照片和视频。赵路远在一家投行工作，每天加班加点是常态，饭局也十分多。但他每次加班都会跟我视频报备，而且是1小时一报备，背景全部都是他工作场景。如果是参加饭局，他必然会把饭桌上情况拍1张照片给我，还总拉上一个靠谱证人证明他从不胡闹。每次饭桌上有女人，他更是十分避嫌，十足的正人君子。因为他做得太到位了，所以被同事和客户们笑称为模范丈夫。他哪里是模范丈夫，他简直就是个劳模。哪怕这么忙碌的作息安排下，赵路远不辞辛劳，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利用1个小时吃饭休息时间外出，而且每次必到办公楼附近居民小区里的一户住所。这一点就很让人疑惑。私家侦探的鼻子十分灵敏，从中嗅到不同寻常气息之后，便蹲点守株待兔。还真让这人拍到了一些有用的视频和照片。我看着这些资料，一言不发，心情不爽。当初婆婆来我家中搞了一场闹剧，赵路远信誓旦旦说他会立刻将他们3人送回老家，为此还特地请了3天假。可现在呢，老太太每天早晚到楼下跳广场舞，顺便还和一个80岁的老头搞在一起。他妹妹赵芳芳也搞上了对象，
好像就是那个老头的胖孙子。这辈分乱的，让我都无语。更让我无语的是，当初那个茶言茶语的小妹儿白梦，也就是赵路远大姨家的小表妹，如今竟然大了肚子。虽然视频和照片从未拍到过她和赵路远同框，但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定然有猫腻。我双眉紧皱，食指轻轻敲击着沙发，该怎么收拾他们才过瘾呢？我有些发愁。沉默当作没看见我的铁青脸色，他笑得十分荡漾。赵路远天天摆出舔狗的姿态，没想到心眼子这么脏。婚前多少对象都不是事儿，婚后出轨才是真的恶心。笑笑，你可不能忍下这口气，离婚，必须离婚。我白了他一眼，离婚当然要离呀，可总要给他们点教训。沉默摩拳擦掌，放着我来。我瞪他，我才不要脏了咱们的手，让他自己玩死自己才有意思。沉默有些兴奋，笑笑，你终于把我当成咱们自己人了，咱俩啥时候可以结婚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我真想把这个白痴的嘴给缝上。这几天赵路远的心情格外不错，走路带着一股风，脚丫子都快飘起来。据私家侦探消息，白梦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。婆婆跟小区里的人吹嘘的，说自家儿媳妇不仅性子温顺乖巧，关键还怀上了儿子。小区大妈反驳说孩子还在肚子里，谁知道是男是女。婆婆说他们专程去香港测过，香港不得了呀，测得可准了，绝对是儿子。小区大妈又反驳了，说女人要独立自强，工作好，会赚钱才是本事，娶个只会生儿子的乡下儿媳妇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婆婆不干了，她说自己儿子是985大学生，一毕业就在大公司工作，有钱得很。他们有钱人根本不在乎儿媳妇文凭高不高，工作好不好，他们只找听话乖巧的。我看着视频里婆婆的嚣张得意嘴脸，还真是想扇她几巴掌。他们有钱人，花着我的钱，还敢养女人和私生子，装什么大半算？正看视频看得我手痒时，赵路远回家了。我关掉手机，冲他勾了勾手指，他便跟哈巴狗一样跑了过来。老婆大人有什么吩咐？我笑嗔道，就你会作怪。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的户口下月中旬就差不多能办成，让你放10000个心。赵路远更飘了，他开心蹦起来。我一把推开他，大姨妈还没走呢，这几天都不行。赵路远双眉紧锁，一脸关心，老婆你好像已经来大姨妈1周多了，怎么还不好？是不是身体不适？咱们去医院看一看好不好？我笑笑，小毛病，去什么医院呀？见我不当回事，他急了。老婆你知道的，女人月经和生育能力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月经一直不正常，咱们很难怀上孩子的。鬼才要给你生孩子。不干不净的男人，老娘可下不去嘴，嫌脏。我假装叹气，路远，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儿子？赵路远立刻摇头，不会，只要是你生的，儿子女儿我都喜欢，都是咱们的掌中宝。他当然想要儿子，可他不敢说，只能装作儿子女儿一视同仁。我低垂下脑袋，轻声说道，路远，我看你这么喜欢孩子，我心里好难过。如果咱们一辈子怀不上，你会不会心里不痛快？赵路远垂下双眸，嘴角下压，很快又扬起了笑脸。老婆你放心，即使你一辈子生不了孩子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咱们领养一个，最好领养一个小婴儿，从小当亲生儿子养着，不怕他不孝顺。我心中冷笑，怎么的呢？这是想将白梦的儿子抱给我养？哎呦，我可谢谢他。
一家子可真是会白日做梦。我用可怜的眼神看着他，陆远，有一个消息我一直瞒着你。他眼神暗含警惕，什么事儿啊，老婆大人？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望天深深长叹。哎，你记得咱们2个婚前体检吧？你其实是无巨症，这辈子不可能有孩子的。就问你这个消息劲爆不劲爆？赵路远一脸的不可置信，不可能。我追问，你可是什么？赵路远紧紧咬住唇，把不该说的话憋了回去。我笑死。白梦怀孕了，她的重，她当然不信自己不育。我们结婚时，她身体自然是没问题，肾功能尤其好，不然我找她做什么？搞慈善收养穷男。可如今我心情不好了，她身体自然就有问题了呀。压根不怕她复查。不出所料，赵路远确实是复查了，而且是跑遍了京城各大中西医和男科医院全方面检查。很抱歉，他确实不行了。他只是徒有其表，能讨女人欢心，可这辈子生不出孩子了。男人没有生育能力，对豪门来说还有什么价值？而且有的医生还说了，他若是不保养，很可能1年半载之后连徒有虚表都没有了，从此只能过清心寡欲的素日子了，俗称太监。赵路远的天都塌了。他靠着嘴甜才能傍上我这个有钱女人，一旦肾虚了，他知道被换掉指日可待。更何况摆在眼前的是，白梦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这个种到底是哪个野男人播下去的？太监多变态，赵路远疯魔了，我怀疑他可能会杀了白梦。我太爱看热闹了，所以亲眼去见证了老赵家高光时刻。那一日，婆婆正带着白梦在小区广场遛弯，白梦拖着已经大了的肚子，笑吟吟跟别人炫耀老公对自己有多好，各种金银首饰不要钱似的给她买，生下儿子后还会给她1套房子云云。对方有些羡慕，又有些鄙夷，半开玩笑问白梦为什么老公总是不来过夜，难不成另有隐情？白梦自然是不承认，只说老公太忙了，自己绝对不是小三。正在白梦笑得最欢畅的时候，赵路远出现了。他一出场就先狠狠扇了白梦2个巴掌，不理会他要死要活的吼叫，拖着他就往公寓走。婆婆跟在后面叫唤：梦梦肚子里怀着你儿子，路远你发什么疯？一听儿子2个字，赵路远更疯了，他红着眼瞪着他妈，狗屁的样子，这个贱女人竟敢背着我偷男人！妈，你怎么看人的？为什么在你眼皮子底下还能让这个贱人偷男人养汉子？是不是你偏心你这个外甥女，联手欺负我这个亲儿子，想从我这里骗一大笔养老钱？婆婆愣住了，什么偷人？她有些没听懂自己儿子到底在说什么。一时间，男人婚外偷情怀了孩子，男人不孕不育，小三孩子从何而来经？男人竟是有名的软饭男模范丈夫，这类热搜冲上热搜，吃瓜群众被狠狠震撼到，纷纷讨论伦理和道德的底线到底在哪里。这一切幕后推手自然是我。妈妈和陈默都曾问我，会不会因为这些热搜影响到心情？毕竟老公出轨是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。我笑了，我从来不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赵路远才是。他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，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他是被白梦哄得昏了头，才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他改，他一定改。他这辈子只爱我一人，他不会离婚的，死也不会。我笑了，将一沓子他和白梦在一起的照片甩到他的脸上。你们2个在你大学时候就滚一起了，还天天跑到我跟前献殷勤，你恶不恶心？
如果当初你趁我不知道实情早早同意离婚，那你还能拿走一点钱和一套房子。可我明明敲打了你，也给了你机会，你却当我是傻子，还弄出孩子来，现在只能净身滚出我家了。这也是给你最后的体面。若再不滚，你知道蝼蚁的下场吧？我是个心软恋爱脑，但不代表我好欺负。一旦察觉到身边人脏了，我扔男人比扔抹布还要快，且不介意踩上两脚。见我来真的，赵路远极了。他吼着将这些年的付出说了一遍，好似他卖身为奴一样。林笑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当我是奴隶，当我是一条狗。可你要知道，长期当狗太累了，我只想当一个正常男人。白梦虽然不如你漂亮，不如你学历高家世好，可她却全心全意当我是她的天，当我是堂堂正正男人。林笑，你要知道，哪个男人不想被女人崇拜？你为什么从不反省自己，却还在这里咄咄逼人？你知道自己多过分吗？你是单亲家庭长大，你没有爸爸，根本不懂男人到底需要什么。你太强势了，和你妈妈一样的强势。当初你妈被你爸抛弃了，如今你也要离婚，你不怕别人笑话吗？我笑得肚子疼。他还敢拿我是单亲家庭说事，住我的用我的，靠我家找到高薪工作，还敢用我的钱来养女儿，哪来的狗胆？赵路远只是一条虚张声势的狗，他还不想被我们家整死，所以他很快就同意了离婚。我们财产分割很简单，我名下的全是婚前财产，他名下的都带走，并不因为他出轨就当真让他净身出户。毕竟我是心软又善良的女人，最关键我也看不上他那仨瓜俩枣的。对于赵路远，我并没有刻意报复他，如今他都是太监了，我都不太好意思穷追猛打，何况不爱了，就懒得为他费神，仅此而已。只是赵路远因为热搜事件爆火，盯着他的人很多，很快就被公司查出他动用了客户的钱谋取私利。投行男人养小三的人多了去了，没人纠结道德伦理问题，可最忌讳手脚不干净。于是赵路远就彻底被这个行业抵制。一个985大学数学系硕士高材生，哪怕不能在投行这种高薪行业就职，降低点标准也不会当真失业。可赵路远已经习惯了高奢生活，他根本看不上普通公司，更不会降低生活标准。本来因为老家买房、京城租房、养小三和支援家里，他手头就没有多少现金。在没有工资支撑下，很快生活便捉襟见肘。经济上的打击很沉重，但真正压死他的还是家人的态度和流言蜚语。越无能的男人越想在家里和女人面前作威作福。赵路远就是这样干的，没钱没工作，却天天沉迷喝酒，喝醉了就回忆自己曾经的风光岁月，顺便打一打白梦，骂一骂母亲和妹妹。他以为自己还是老赵家唯一的男丁，还是家人眼里的大宝贝。可老太太重男轻女是因为儿子可以传宗接代，如今知道他竟然不能让女人怀孕，天天指天骂地嚎丧，骂儿子是个太监，对不起老赵家列祖列宗。而他的妹妹赵芳芳，本来好不容易靠着老太太的关系找了一个京城男人，哪怕这人又丑又胖，可总归有房子有低保，比山里汉子有钱多了。可是受哥哥连累，他被那个男人嫌弃丢人，将他和他妈一起扫地出门。老太太和闺女本来还想赖着那家的老头和孙子，至少给他们一些卖身钱。可惜那家就是京混子，一家人京骂一流，让他们在那片小区混不下去。老太太本来想着来京城当豪门老太太，如今只能灰溜溜回老家去。
至于白梦，当初眼珠子恨不能长在赵路远这个表哥身上，把他当天神崇拜。如今他被表哥冤枉偷汉子，还被逼打掉了孩子，坏了身子，不能生育，他只想杀死这个男人。白梦不敢真杀人，但他的嘴可以。他回乡之后，四处传播赵路远吃软饭被富婆甩了的事迹，更是把他成了太监的事情广而告之。从此赵路远一家子再也抬不起头来。赵路远彻底成了无家可归的男人，他四处流浪，最后归处无人得知，也无人感兴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